嘿，我的小伙伴，说起童年，很多人头脑中常常会出现阳光明媚的笑声和在安全中玩耍的画面。不幸的是，对一些人来说，抑郁症的黑暗给这些记忆留下了沉重的污点。来自父母的支持、爱和安慰，对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悲的是，无论是由于否认、缺乏理解，还是归咎于错误的责备，父母的反应实际上可能会让孩子更难应对抑郁症。因此，识别错误信念并传播真相，对于找回童年是必要的。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帮助澄清事实。一、孩子不会抑郁，只有成年人才会抑郁。表面上看，孩子们似乎没有足够的人生经历来积累与抑郁症相关的忧虑和厌世观，没有账单就没有烦恼，对吧？不完全对。记住，抑郁并不是偶然糟糕的一天。根据2019年全国儿童健康调查的数据，22%的接受测试的儿童有某种情绪问题，最小的参与者只有3岁。抑郁症是一种没有年龄限制的心理疾病。研究表明，患有抑郁儿童的大脑对压力荷尔蒙和快乐化学物质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反应与成人相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还在发展自己的个性。对在学校里被取笑的孩子来说，就像配偶公开出轨对成年人一样令人心碎。我们往往会忘记，就像孩子不会得到成人的东西一样，成年人也必须努力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因此，虽然抑郁症不应该是儿童的疾病，但不幸的是，它可能就是儿童疾病。二、这只是一个阶段，会过去的。童年的无害阶段，对一种颜色的痴迷，或只谈论一种特定的卡通片，都与抑郁症不同。当然，孩子们也会沮丧，但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不是因为没有吃到冰淇淋而发脾气，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行为，持续的悲伤或愤怒，没有明显的诱因，谁都希望它会自动消退。但由于抑郁症不会自己消失，忽视这些迹象会让它发展得更快、更严重，并可能发展成成人抑郁症。随之而来的包括健康状况不佳、焦虑加剧、犯罪行为、学习成绩下降、人际关系问题。最可怕的是，自杀念头和行为的风险增加。抑郁症是一种需要适当治疗的疾病，谁都永远不会让一个断了腿骨的孩子走路，所以也不应该让他们带着受伤的精神健康继续前行。三、他们一直粘在那该死的手机上。今天，无论多大年龄的人，都可能听说过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这个孩子嗓子疼，都是因为那部手机；他们饿了，都是因为那部手机；孩子抑郁了，还是因为那部手机。可能是这样的，但还是要看上下文。最近，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青少年和更年幼的儿童使用手机与抑郁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但不是直接的。这意味着与手机使用相关的因素可能是罪魁祸首。举个例子，对于孩子来说，线上的风险往往会反映出线下的风险，因此校园欺凌意味着更大的网络欺凌风险，这可能导致抑郁症状。如果孩子总体上感觉消极，他们更有可能在网上寻找消极的内容。社交媒体也可以提供不切实际的期望，从而导致孤立和孤独的感觉。结论是，手机充当了一个简单、开放的信息门户，手机本身并不坏。引起争议的是信息的吸收和使用方式。使用手机不会立即导致抑郁。父母可以通过积极加强家庭纽带活动来加强手机停机时间，从而帮助缓解这个问题。用更积极的事情让屏幕休息。四、这不是抑郁，他们只是懒惰。就好像抑郁症本身还不够糟糕一样，它的症状也往往被伪装成典型的懒惰。由于懒惰是一个比我的孩子有心理健康问题更容易接受的概念，而父母们很容易认为孩子是在玩狼来了的游戏，或者声称他们有抑郁症。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刚刚赢得了懒散盛会的免费门票，可以在凌乱的房间里骑马，参观老鼠大师摊位，然后囫囵吞枣地去洗脏衣服。事实是，大脑在生理上干扰了这个孩子。让我们解释一下，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能量和思想来获得和使用这些能量粒子。
我们的大脑需要一种特殊的化学平衡，如果这个平衡被破坏了，思考和行动能力也就被破坏了。现在回想一下让自己筋疲力尽的一天，你是如此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进了门，鞋子甚至在冲上床的时候都还穿着，洗了个澡，这种事不会发生，那你很幸运，这只是一时的。当一个人的精神消沉时，这种疲惫沉重和彻底耗尽能量的感觉是持续存在的。但等等，还有更多，对，抑郁症的生理症状比这些还要多。当观察到一个孩子，如果他们总是不能做一些基本的事情，比如打扫房间或和朋友一起玩时，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不是懒惰。孩子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做不到，所以假设他们懒惰和生气可能是不公平的。调查，询问原因，并向他们保证，你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让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你都爱着他们。5. 治疗意味着我的孩子要受吃药的苦。治疗师像塞火机一样给孩子塞满药物的最初和即刻反应就是个传说。精神科医生通常会首先进行心理学家推荐的非药物治疗，最流行和最有效的是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谈话治疗，而不是药物治疗，它有助于改善思想和行为，有助于改进沟通、情绪调节和应对技能。此外，经认知行为治疗后，症状重现率降低了 63%， 根据严重程度可能需要药物治疗，如果仅靠谈话还不够。请放心，精神科医生将会按照专业义务采取预防措施，并考虑多种因素，比如抑郁程度以及患者或监护人的偏好，起始剂量会设置的尽可能低，整个过程也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等专业人士密切监控。患者会随时了解治疗情况，并参与最终决定，目的是帮助孩子，所以应该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同时认真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最后一点，6. 如果我的孩子抑郁，说明我是个不好的家长。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实际上可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但这些情况是相当极端的，而不是常态。如果没有家庭暴力，没有混乱的离婚，或其他处理不当之类的不正常的情况，很可能家长不是孩子抑郁的原因。此外，抑郁症的发展有多种原因，包括生物原因，谁都无法控制大脑的生物化学，所以这也不能是家长的错。理解孩子纠结的关键是什么，即使家长不知道怎么做，也在努力学习如何帮助他们，是努力和关心，不是走捷径，才能成为一个好父母。希望大家是出于好奇而观看这支影片的，而且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抑郁的孩子。然而，如果有小伙伴作为一个怀疑或知道自己的孩子患有抑郁症的家长，我们同情并鼓励寻求看专业帮助，这可以让情况变得更好。